探索事实真相，搜寻幕后真凶。欢迎收听《绝密档案》，还原事实，探索真相。欢迎收听今天的《绝密档案》。今天节目的这篇稿件是由一名听众提供的，是一篇关于秦始皇的稿件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智慧。1974年春天，人们在陕西西安的骊山脚下发现了秦始皇的陵墓。从此，一个埋葬了2000多年的世界最大的地下王国展露在了世人眼前。毫无疑问，如果不是42年前被发现，这座考古遗址将依旧沉睡在地下。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仿照他生前的都城咸阳的格局来设计的，其中那些略小于人形的陶俑形态各异，连同他们的战马、列车和武器都成为了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，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。在中国，有2个皇帝陵墓很受世人瞩目，一个是秦始皇陵，另一个是乾陵。后者是武则天和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墓。古往今来，知名度高的皇帝可以说大多是生前自己折腾，死后被人折腾。自己折腾也就是生前做了不少和别的皇帝不一样的事情，谜团太多，他们死了以后盖得了棺定不了论，于是后人就跟着想破解谜团，不客气地说就是接着折腾他们，让他们死后都得不到安生。而后人折腾的最大特点，过去是褒贬功过，评判得失，现在则流行必须就实，说白了也就是挖坟掘墓。到现如今42年过去了，秦陵已经找到了42年，但是却迟迟没有去挖。这也许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一个疑问。以前听说日本好像是想帮咱们挖，不过他们的前提条件是挖开之后要3件东西，秦始皇头上枕的、手里拿的还有嘴里含的，咱们国家肯定没同意。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笑话。至于为什么迟迟没挖，公稿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总结出来了8个不能挖。但是出于节目时长的考虑，那些文物保护技术不达标等等这些我们都能想到的问题，我们就暂且不谈了，精简一下变成了6个不能挖。咱们今天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不能挖法。先看第一个不能挖。首先我们知道秦始皇陵分成地上的坟和地下的地宫2大部分。如果要挖皇陵，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知道一个答案，秦始皇陵的封土，也就是秦始皇陵上边的坟，到底是多大规模。在《汉书·楚元王列传·复刘向传》上面说，其高50丈，周回5里有余。秦朝的1尺大约是现代的23厘米，50丈也就是大概115米。秦朝1里是414米，5里就是2070米。这个数据根据测量呢，差距不算太大，大概就是秦始皇陵当初的规模。可是到现在经过了2000多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剥削破坏，现存的封土肯定已经比原来的封土缩小了不少。前几年兵马俑考古队为了了解原来封土堆积的实际大小，特地进行过钻探，发现原来封土的基础部分是近似方形，周长与《汉书》当中说的周回5里有余这样的数据相接近，大概就是2000多米，南北长515米，东西宽485米。这样的话，知道了这个长和宽，考古学家们在发掘前首先就应该建造一个跨度不小于500米的保护大棚。我们在一些电视或者其他资料上应该都见过，发掘这些古代遗迹的时候要建造一个棚子来保护它们。如果不能建造跨度500米的棚子，那么想当然的挖掘秦陵就是不可能的。众所周知，秦陵的结构
是由地表下面的地宫和地表上面的坟一块构成的。人们最关注的首先就是放有随葬宝物的地宫。如果要挖开地宫，那就得先挖掉地面上的坟。如果挖掉坟，那既不能用炸药炸，还不能用推土机推，更不能用挖掘机掏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快挖，只能慢挖，否则挖坏了文物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那么慢慢的一点点挖，就需要漫长的挖掘时间，就需要历经春夏秋冬，就需要避风遮雨，就得像挖兵马俑坑那样，先搭一个棚子，这样既有利于挖掘，又可以保护出土文物。否则即便人能够冒着雨顶着雪露天工作，可挖出的地宫可经不起这么折腾。于是有人就提出解决方案，把大棚子搭得小点行不行呢？能不能在封土上，也就是在坟上立几根柱子来支撑呢？这样缩小技术上无法解决的这个不能建造大跨度棚子的问题。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。如果把柱子立在坟上，那柱子下面的这块土又该怎么挖呢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可以立柱子，那地宫挖出来以后到处都立着柱子，地宫完整的平面又要如何保证呢？更何况现有的坟地下面的土质状况能不能支撑起这样的柱子，这一切我们都还不知道。所以这就一定要建造一个跨度500米以上的棚子。我们可以先看看目前世界上有没有500米跨度的房子呢？这个我们不清楚，不过单看跨度超过500米的桥梁却的确是不在少数。比如上海的卢浦大桥就有550米，重庆的朝天门大桥也有552米，等等，这些数据都表明现代的技术已经具备了建造大跨度桥梁的能力。那为什么42年过去了，秦始皇陵就是不挖呢？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不能挖。如果我们挖掉了秦陵地宫上面的坟，那么会产生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秦始皇陵的地面景观就消失了。如果秦始皇陵没有了坟堆，那可以说就破坏了皇陵的完整，人们就无法再看到完整的景物了。毕竟陵墓在造的时候只考虑怎么把墓做结实，是不想让人们再挖开陵墓的。有人说，既然直接挖会破坏景观，在上面造棚子又有难度，那就在陵墓上直接找木门，往下挖一个洞，一直挖到地宫，那不就得了吗？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可行，但是我们得考虑地宫在哪儿呢？它又有多深呢？考古检测的确也发现了，秦陵的地宫应该是位于坟堆顶台的下面，距离地面大概有35米，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在史书《汉旧仪》中也有一段关于秦陵地宫深度的介绍，大概意思是说，在公元前210年，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，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，已经挖得很深了，好像都挖到了地底。秦始皇听了以后下令说，再旁行300丈乃至。抛开旁行300丈这句话的真假不说，就算地宫真的有35米深，那么这么深的地宫，工作人员又该怎么上下呢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仔细一想，其实很难解决。这就是第三个不能挖。如果地宫真的距离现在的地表35米深，那就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。这样的深度，如果地宫四周的墙是石头的或者土石混合的，那还算牢固，还不错。可如果像兵马俑坑那样只是木墙和土墙，那在35米深的地下会不会造成塌方呢？退一步说，如果我们给人为的把这些墙加固，那么不就等于改变了地宫墙壁原来的样子吗？甚至我们连材质都给变了。另外，
兵马俑坑离地表只有3到5米左右，在旁边还围上了围栏，不用下去也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可是我们想，地宫的深度是兵马俑的10倍以上，如果在地宫上面围个围栏不让下去，难道要游客们用望远镜往地宫下面看吗？可如果建造一条下去的通道，那岂不是又破坏了地宫内部的结构吗？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个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问题。如果不破坏地宫墙壁，那工作人员根本就无法挖掘，游客也无法游览，这就是第3个不能挖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4个不能挖。如果我们不计算时间成本，也不考虑地宫实际的埋葬情况，更不考虑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投入，只算发掘面积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跟其他数据来做一下对比。陕西凤翔秦景公1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先秦墓葬，它的总面积是5334平方米，而秦始皇陵需挖掘面积有25万平方米，是秦景公1号墓的50倍。秦景公1号大墓是1976年发现的，到1986年才清理完成，整整挖了10年。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，秦始皇陵是不是就得挖400到500年呢？接着我们再来看兵马俑坑。兵马俑坑的总面积大约是20780平方米，深度是3到5米。兵马俑陆陆续续的挖了30年，仅仅只挖掘出了总面积的1/5多，一共挖了大约4500多平方米，而秦陵的面积是兵马俑已经挖掘的面积的50多倍。这么算的话，最少也要挖30乘50，等于1500年，这还是在不计算深度的前提下。我们再换一个更简单的算法，如果不管坟的立方面积，不计深度，只算秦陵的地宫面积，我们刚刚算的是秦陵面积，这里只算地宫面积。地宫面积东西170米乘南北145米，大概等于25000平方米。那么它就是秦宫大墓面积的4倍多，要挖40年，是兵马俑坑实际挖掘面积的5倍多，要挖150年。从这几个数据上来看，要挖秦始皇陵所需要的时间可见一斑。前几年经济学家张五常说，只要一挖开秦始皇陵，马上就能出来几十个亿的经济效益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这上百年的挖掘成本估计他没算进去。秦始皇陵的总面积是 56.25 平方公里，已经经过详细勘探的部分仅占总面积的1/10。陵园中心部分面积大概是2平方公里，对其地下埋藏情况比较清楚的部分也只占这个中心区的1/3。另外在陵园内发现的500多座各种各样的坑葬和各种墓葬，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遗址，基本上都还没有进行正式挖掘。兵马俑的考古队自组建以来已经经历了2代人，老考古队员大多已经退休，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。已经退休的考古首任队长袁仲一说，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，考古任务十分艰巨，需要几代人几百年坚持不懈的努力。他的这番话非常靠谱，说的也是实情。总之，尽管有关这些数据的说法很多，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可信的统计结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挖掘秦陵必然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漫长的过程。这是第4个不能挖。第5个不能挖在于成本。毫无疑问，投资立项发掘秦始皇陵这样大规模的陵墓，所需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都将是空前巨大的。
假如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，缺口太大，后续不足，那么发掘工作根本无法启动，也更难以维系。现如今国内平地建起一座省级博物馆，不包括土地和搬迁，按现行造价至少也得上亿，这还是被人笑话的低廉价格。至于造价高于3亿的，现在也早就不再稀奇了。前几年的一个实例是苏州博物馆，请贝聿铭先生设计，建筑面积只相当于秦陵地宫的1/10左右，总投资就高达3.39亿元。前不久甚至还有媒体报道说，汶川地震博物馆光预算就要23亿人民币。那么挖秦陵要多少钱呢？挖好了以后建造秦陵博物馆又要花多少钱呢？造好了博物馆，日常的维护和保护又得花多少钱呢？这恐怕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。说完财力，我们再来说人力和物力，那其实就更难以预计了。在当年三峡工程文物抢救最紧张的关头，曾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支考古队伍同时作业，就这样还干了10多年，也只抢救出了淹没区1/10左右的主要文物。而秦陵考古是凭借陕西自己的力量单干，还是募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考古人员，目前都还不好说。加上这几百上千乃至数万人的考古规模，即便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2项，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目。目前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也是国家的重点工程，投资5亿多，占地规模56.25平方公里范围，相当于70-80个故宫，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城市的规模了。当年三峡工程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重庆直辖市，那未来秦岭动工的结果会不会出个西安或者咸阳直辖市呢？这都不好说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第6个不能挖。秦岭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国际著名遗址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不是会干预秦陵发掘？怎么个干预？到目前都是未知数。即便经过我们国家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人家最后同意了，那会不会也像当年埃及修建阿斯旺新水坝时一样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努比亚遗址的国际行动那样，先后组织了22个国家参与进来，从1960年起整整干了20年。如果真的国际化了，那外国的发掘，我们只讲这一项，外国的发掘是不是和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他们的标准有冲突呢？比如他们非要一点一点的挖，一寸一寸的往下，速度奇慢无比，规矩奇多无比，那得挖到哪年哪月呢？这些我们都不好说。为保护文物，耽误国家头号工程的建设，哪位执政者敢于担当这样的勇气和援助呢？当年三峡工程的文物抢救时，也不是没有外国人想投资派人进来参加，有的国家元首甚至都到中国来说情。还好我们中国人自己多快好省的干完了，否则外国人掺和进来，强调科学发掘，弄个手产竹签慢慢的干，连个草根都得研究半天，那三峡大坝什么时候能够蓄水减采可就两说了。所以说以史为鉴，挖掘秦陵不但是科学问题，还有可能涉及到国际问题，这恐怕是不少人尚且没有想到的。其实说七道八，归根结底，我们这一代是把像秦陵这样的地下文物都给挖完，还是留给各方面都会超过我们的子孙去做？这是感性和理性的较量，是本位与全局的抗衡，是业绩与政绩的对决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，秦始皇陵挖掘是迟早的事情，只是什么时候挖，怎么挖，谁来挖，这些问题不好定夺。好，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，我是大碗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
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就能找到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